上吊自杀？他杀？郑成人怎么会大半夜来这儿呢？我可不行。要不我们问问高材生吧？来，小吴，过来。小吴，我跟六子呢，我们俩对这个现场的判定呢观点不太一样。你看一下，他是他杀还是自杀？我看一眼笔记。笔记？上过学就是不一样，笔记都有这么一厚沓。第一步，询问目击者，确认案发时间和作案过程。老哥，您好，麻烦您说一下这个案发的经过。什么案发经过？我看到的时候，这个人他就已经挂在树上了，我哪知道案发经过呀？第二步，了解作案动机。作案动机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，我就只是路过看到而已。巡查同志，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？老哥，我们就是例行的询问，你别紧张啊，别紧张。这大早上的就看到个死人，已经够晦气了，还碰到这种笨警察，真是的。没事，一次办案。大哥，你不用紧张，我们就是例行检查。哎，这东西是你的吧？是我的。你这样，你在那儿等我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是现场啊，来。哟，队长，什么情况？我们呢现在正在确定他是他杀还是自杀。您看一眼。他杀？你怎么这么确定啊？我怎么确定？昨天晚上下雨，今天早上起雾，这地上都是湿的。他从外边走过来，他的袜子能这么干净吗？队长，如果他穿鞋来呢？穿着鞋来啊？哦，穿着鞋来，脱了鞋把自己挂上去，他就是在上边扭动挣扎，他的鞋甩不了多远。这周围有鞋吗？有吗？哎，你老厉害。行了，别说那没用的，赶快找人啊，把他放下来。重点是看看他脖子上的锁钩到底是环状还是马蹄状。咱们回去之后呢，首先要确定这个人的身份，在他身边呢，寻找嫌疑人。是。哎，小申，过来帮个忙。来了。小欧啊，听说你是研究所考试第1名毕业的啊？快坐。哎，记得什么？就是上课用的笔记。哦。哎，你这怎么又有汉字？这是蒙古文吧？我汉字写的不是那么的好，然后上课老师讲的太快了，我记不下来，就用蒙古文了。哦，但是今后啊，你得写勘察笔录，还得给领导写报告。你要用蒙古文写，那别人能看明白吗？这里面好多新名词啊，我还真不明白，真看不懂啊。就是些侦查理论，没什么用。可不能说没什么用，知识是最值钱的。你看我，当兵打仗立功，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最后当个排长就转业了。现在想学呀，来不及了。但是您一到现场就能看出来案子是他杀的，我学了这么多侦查理论，啥忙都没帮上。那是因为你啊，还缺乏经验。咱们干刑警的，既要有知识，还要有经验。但是呢，经验从哪里来呢？
现场，犯罪分子都很狡猾，做了案以后也可能跑了，也可能藏起来了，但是现场走不了。所有的痕迹物证、疑点线索都集中在这里，那要看你能够不能够发现，工作仔细不仔细。扎根现场，积累经验，总比你在这儿垂头丧气的要有用得多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带徒弟，你也要把这些传给他们，记住了。吴老，虽然初步确认了嫌疑人特征，但是排查范围很大，想要找到那个人，估计需要不少时间。这么大的爆炸装置很难一次引爆成功，凶手应该进行过反复的演练。最近几个月，关于爆炸的案件要重新筛查一遍。好，如果有群众举报听到过巨大声响的情况，也要把信息整理出来。我马上去调资料。嗯。啊，看这个。马队，哎，这两起案子还没侦破。对，这都是前不久的案子，已经并案了，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，还在查。2次安装炸弹，但都没有引爆。这家伙胆子不小，安装炸弹之后用公用电话打市长热线，要求给他送去大量现金，否则就搞爆炸。我记得其中一枚是在商店的货架上，周边也没有监控。还有一个是放在超市的存包柜里。炸弹安放地点是怎么知道的？他电话里自己说的。啊？然后呢？他时间地点都告诉我们了，我带着特警过去，直接拿出来给拆了。他这是要干嘛？最近半年，有关爆炸的案件，就这个嫌犯没有抓到，而且炸弹用的都是定时装置。但2次的情况不太一样，之前的案子里2枚炸弹的威力都很小，而且都是提前主动预告了爆炸时间和地点，跟闹着玩一样。但花坛爆炸案要凶残得多，而且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炸了。我们分析作案动机不是谋杀就是报复社会。而且，虽然都有定时装置，但之前那大哥用的是闹钟，花坛炸弹用的是洗衣机的定时器。是啊，动机、杀伤力、作案方式全都不一样。是不太一样，但是爆炸案有其特殊性，动机和作案方式只是表层，最重要的是炸弹本身。从资料上看，我觉得3次的装置存在相似性。那2个小炸弹还在吗？在生物室，炸弹已经拆解了。我得看看。啊，好。有空房间吗？有。我试着复原这个爆炸装置，看看它原本是怎么引爆的。
马队，附近找块空地，要做一次小爆炸试验。好。喂，哪位？我们发现钢骨了。你哪位啊？死的人还不够多，还可以做得更好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！你哪位啊24个小时之后，我会炸死100个人，你们等着收尸吧。我警告你，不要乱来。有什么咱们可以谈，知道吗？现在知道我是哪位了。我没有要求，我只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。喂，明天下午2点之前，必须找到这个人。马上申请调配警力，全市范围排查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，商场、学校、运动场，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都不能放过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请吴老过来。马队，吴老关门了，说不要打扰他。吴老，疑犯打电话来了，说什么了？说24小时后还要引爆一颗炸弹，要炸死上百人。他的声音怎么样？跟前2次是一个人吗？他用了变声器，听不出来。他提什么条件了？他没提条件，他根本就不要钱，他什么都不图，他就是要杀人，他不可能和前2个案子是同一个人。24小时，得抓紧了。吴老，别管这些了，现在再做实验来不及了。你已经派出大部分警力去排查了吧？嗯，1天时间，全市排查，是有点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也得查也得找啊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咱们分头吧，你带人去查电话位置，我在这里做炸弹比对，两手准备。好。师傅，我也觉得这3个案子相差太大了，几乎没有避案的可能性。你把花坛炸弹的部件拿过来。这种灯泡市面上到处都是，咱们去年侦办的案件上面，炸弹也是这样的。不是灯泡规格的问题。你看，外面的这颗是通电指示灯，如果灯亮着，说明它通了电，不能直接拆，断电灯灭才能拆。里面这3个是连接炸药控制引爆的，这个设计很巧妙，跟花坛炸弹的设置逻辑非常相似。重点是这些烧黑了的灯泡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，现场一定还能找到。走。队里的人都去排查了，就剩这么几个人给我们。马队已经尽力配合我了，现在的排查得用人海战术，况且我也只是个推测，就看能不能跑得过时间了。吴老，哎，找的就是这个。师傅，我这也找到一个。马队，您看，这是2个炸弹的指示灯，规格相同，数量相同。这2个黑的是你们昨天晚上找到的？对，
现在基本可以确认，酒瓶炸弹跟花坛炸弹是同一个人制造的。现在还剩下不到8个小时。就凭这几个灯泡，你说数量相同，现在你们只是在花坛里找到了4颗，万一还有没发现的呢？师傅复原了花坛炸弹的结构，内部只能放4颗，刚刚好。有灯泡就怎么了？很多炸弹都会有灯泡啊。所以师傅做了这个炸弹实验。吴老，就是我在酒瓶炸弹里装了很少的火药，模拟爆炸现场。炸出来之后很明显，你看4个白灯烧焦了3颗，这颗是挂在外面的，没有变色。花坛炸弹爆炸后也是3黑1白，说明2个炸弹安装的方式是一样的。1颗灯泡在外面做指示灯，炸弹内部还有3颗灯泡在引爆时被烧得焦黑，挖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给我，真是同一个人干的。炸弹的制作原理相同，技术水平非常接近。虽然嫌犯作案的动机改变了，炸弹威力加强，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所为。马队，花坛爆炸案的排查范围太大，但变案之后以前2个案子为切入点，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多了很多。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，那他为什么突然间从求财变成了无差别袭击？嫌犯前2次安装炸弹后，都打电话预报了时间和地点，过度自信导致行动失败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嫌犯自认为自己技术力量很强，而花坛的爆炸案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漠视，还有他的反社会心理。这种人往往很容易钻牛角尖。我推测，他是被前2次的失败所激怒，或许自尊心受到打击，索性不要钱了，就得搞出点动静来让我们看看。我现在就去申请命案。师傅，怎么样了？之前2次爆炸，嫌疑人在电话里报过银行卡号，但开卡的身份证是假的。古乡有哪些能办假证的地方？查过了吗？查了。最近半年，全市正在严打伪造证件的犯罪团伙，监控了几个窝点。之前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一直没有行动。马队现在正在带人分头抓捕呢。吴老，嫌疑人胡胜伟，25岁，高中理化成绩常年第1，但偏科太严重，高考落榜了。他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直接就断了跟家人的联系，当了几年电工，欠了不少债。给他办证的人说，他非常孤僻，性格很古怪。别动！警察！别动！老师，哎，你坐在这儿。来，胡胜伟是吧？电话是你打的，炸弹是你放的。你们终于知道我是谁了，只可惜太晚了。师傅。
说吧，炸弹在哪儿？你靠我近一点，我告诉你。你猜呀？东光电影院。距离24小时还有21分钟。马上通知东光电影院疏散人群，让特警队立刻出发。是。要多久？最快15分钟。从这儿去呢？这儿去2、3公里吧。走。让一让，赶紧让一让，赶紧撤离！快，让一让，让一下。看样子钢珠真的有200颗。这里是东光商业圈，走到哪儿都是人。如果拿出去，根本没有地方安全引爆。就在这儿拆。还剩7分钟，师傅。布朗，电影院的人已经清空了，但是在这里拆。马队，赶紧疏散附近的群众。这次药量很大，一旦爆炸，波及面也会很大。来，师傅，你出去。你们所有人，出去。喂，防火筒到了没有？还有5分钟。我跟在师傅身边快10年了，这种时刻数都数不过来。
人们都说他是英雄，可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，爱吃肉还怕老婆。可你说他和我们一样吧，他的存在又显得我们大家是如此的平凡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喂，师哥，我马上过来。师傅，小飞啊，本来已经好转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烧起来了，吃了药也降不下去。严重吗？还好，没有伤到脊髓神经，但是患者年纪大了，他一经骨折呢，恢复起来本来就慢，现在又二次受伤，会很麻烦。没事儿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真是特那个，快70的人了，你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谱啊？你怎么不骑着火箭去上课呢？哎。我这么扭着，脖子有点难受，你帮我翻个身呗。行，来，进来啊。哎，我小时候骑马跑几百里都没问题。你也学医的，你倒说说，这怎么人长大了，肉变多了？骨头反而越来越脆了。你不是长大了，是长老了。我哪儿老？不老不老，还是小伙子呢。别说了，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。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小伤，我心里有数。喝上几桶牛奶，补补钙。休息几天就好了。睡吧。师母，手续都办好了，师傅他没什么大事，好好静养就可以了，您放心吧。又让你费心了。儿子不在身边，我们俩有点什么事儿，总是给你添麻烦。一点也不麻烦，您和师傅都照顾我这么多年了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哎，你也是啊，长得浓眉大眼的，人又可靠，怎么还没处个对象呢？师母，这大半夜把师傅送进医院，我还想着怎么安慰您，您还关心起来我了。一把岁数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哪能说慌就慌了呢？哦，对呀，您也快破了一辈子案了。师母，您给我讲讲，在2所的时候都是怎么破案的？我们在2所呀，别看成天的跟化学打交道，早年的时候那破除骗术少不了化学知识。化学知识啊？以前伪造公文、篡改字迹的诈骗案件非常多。想要看到被涂抹过的笔迹，要用2甲基甲酰胺跟乙醇、醋酸调配溶液压印。想要判断文字的书写时间呢，先要测定墨水中硫酸盐的扩散程度，还有金属上被错掉那个文字，也能用化学溶液涂擦来重现。金属是铁是钢是铜，用的溶液也不一样。师母，您不是做毒化研究的吗？您还懂这些？你们师徒2人成天的侃大山，都聊什么了？我跟老乌是在哪儿认识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研究所。对，那个时候老乌学的是痕迹检验，而我学的呢是文件检验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桩诈骗大案，伪造周总理的签名，那个案件就是我参与侦办的。师母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我不崇拜师傅了，该崇拜您了。你这孩子，你就哄我吧。我没哄您，师傅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。您再跟我讲讲吧，当初您跟师傅怎么走到一块儿去的？他怎么追你？哎呦，什么追不追的？那个年代不实行这些，我们都傻乎乎的。那个时候老吴对汉语还不够熟悉，就跟我借了几本诗词，拿去背诵默写，再拿给我检查，就这样慢慢的。哎，你又杀人了？是不是你啊？别碰我枪！周康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警察已经到处在找你了，你还敢开枪杀人？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花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抢？打开。你天天看这个，天天看这个，你要干嘛？别感冒了。上回你在银行门口已经抢了好几万了，我们根本都花不完，为什么又抢？没抢，不是你干的。人是我杀的，钱没抢，那人没钱。那你为什么开枪？你就为了杀人吗？你就不怕被枪毙吗？他们找不着我。不是疯了吗？我天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，你看看我们天天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张队小姐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跟我回老家，我们盖房子结婚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咱把枪扔了，行吗？过2天
带你见见我爸。这是被害人吴某，是个农民，身中6枪，被害当天身上没有带钱。这个是李某，公司职员，身中2枪，被害的时候刚从银行取走5万现金，一出门就被劫匪开枪击倒，抢走所有现金。确定是一个人干的。枪道检验痕迹结果可以确定是同一把枪打的。有目击者吗？银行附近有1位目击者，不过离得比较远。大致看出嫌疑人是男性，中等身高，穿黑色衣服，戴黑色帽子，只有这些信息。银行的监控呢？哎呀，最让人头疼就是这个。这家银行上个月更新设备，前一天晚上刚拆掉旧的摄像头，准备第2天换新的，结果第2天一早就出事儿。那凶手提前踩过道，找准了时间再做的案。这个人很谨慎，有经验，很可能是惯犯。如果是惯犯的话，那这个受害者是怎么回事？案发地点附近也没有银行，身上也没有钱，为什么会盯上他？如果不是为了抢钱，一种可能是认识、仇杀。我们调查过这个被害人，人际关系简单，近2年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，没有跟任何人结过仇。第2种可能，随机行凶，不为钱，只为杀人。这就是罪犯留下的脚印。确认这中间没有脚印？没有，这是个要拆的小区，平时很少有人来。我们刚到的时候，这个脚印还比较清晰，所以可以确认嫌疑犯停留在这儿，没有向前走。所以嫌疑人隔着3米多的距离开枪，击倒受害者后转身就走了，确实不是图财。照片。左右脚受力不均衡，跛脚。足迹分析，这个人有很轻微的跛脚问题，而且走路有些外八字。现场的线索太少了，咱们去银行那边看看吧。好。怎么了，师傅？这双脚印我看到过。回去，我得查一下笔记本。笔记本不是在这儿吗？不是这边。师傅喜欢把每次负责侦办的案件信息都记录下来，每次都带着。找着了，身高1.70米左右，轻微跛脚，鞋码43号，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，携带手枪，尾随取款人员，杀人抢劫。这些描述跟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特征完全符合。邓队，听说过崇州的枪手吗？听说过，好像也是持枪抢劫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那个爆头哥？对。于队长吗？我是吴光启啊。吴老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有什么指示？有件事情找你。04年，崇州发生了2起持枪抢劫杀人案，嫌疑人代号枪手，你找我帮忙分析过现场。没错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嫌疑人抓到了吗？没有。当时现场痕迹太少，我们排查了好几轮都没找到这个人。整个崇州都已经翻了个底朝天，我们判断嫌疑人已经逃到了外省。5年了。吴老，
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案子了？那个枪手很可能到了襄城。他在襄城又犯案了？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，我倾向于并案。就这样，保持联络。好。那个枪手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抓到。我这就向上级领导汇报，立即联络崇州警方申请并案侦查。情况不太乐观。这个枪手是谁，多大年纪，长什么样子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崇州那边提供的信息也不多，排查起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如果是同一个人，那他这2次作案比以前更加谨慎，现场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。我能找到的线索也很有限。他在暗处，我们只能靠人海战术去排查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个人的内心近乎变态。这个身中6枪的受害者，只有最后1枪是冲脑袋去的，其他5枪分别是在左右肩膀、左右小腿和左手臂。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是不准确的。他不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，而是把受害者当成了活靶子。他在练枪。喂，是，我知道了。师傅，徐州盐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爆炸案，伤亡惨重，局里要求我们立刻赶过去协助侦办。吴老，您帮我们分析出嫌疑人和崇州枪手的共同点，推动2地并案侦查，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。接下来，交给我们吧。这个人凶残至极，一定要尽快抓回来。你们也要注意安全。好。哎，大伙儿，咱们都静一静，保持距离啊，保持距离。我挨个询问一下，咱们有没有看到最近在旁边的？队长，什么情况？没有找到目击证人，外面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。凶器找到了，伤口吻合，一家3口都是被这把刀砍死的。屋里的小姑娘才5岁。混蛋！刘子，把这个凶器妥善的保存。虽然这个刀柄上呢留有血手印，但是你找不到犯罪嫌疑人，就没法比对。这个现场的表现应该是仇杀，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？这个屋子的柜门有几个被撬的，不排除有财产的损失。如果要是那样的话，也有可能是图财害命。现在咱们线索还是太少，还得找，啊？哎，那个袋子是什么呀？是咸菜，好像是腌萝卜。我看着挺新鲜的，怎么扔地下了呢？就是这个，应该是张广山家自己腌的。这能说明什么呀？我小的时候在牧区，冬天没有菜吃，城里的亲戚就会腌一些菜送给我们，帮我们过冬。那你是说，
这袋子咸菜是被害人送给来的客人的？应该是送给亲戚或者要好的朋友的。毕竟腌萝卜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送给外人的话拿不出手的。如果是正常做客，拿着人家送的咸菜，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扔在地上就走了。除非他是，除非这个客人就是凶手，行凶之后直接跑了，顾不上带走咸菜。有道理啊。队长，你看啊，这一桌呢没有吃完的饭菜，感觉像是招待客人。我是在想，他们中间可能是发生了冲突，凶手临时起意动手杀人。这个案子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已久？现在咱们不能下结论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快锁定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。贾队长，我上午走访了张家村，和张广山一家有来往，又住在这个村里的只有一户，是张阿姨的表妹和妹夫。队长，我听见村民讲，张广山的确是有个妹夫，他是个酒鬼，特别好赌，欠了一屁股债。那这么说，敲开的柜子里应该装着财物，被盗走了。队长，我带人去找他。去吧。不写蒙古文了？您不是说我们要经常写报告，写蒙古文的话别人看不懂吗？所以这几个月我回家就照着书上抄汉字，一直抄到早上，抄了几十本，写的就熟练了。真理都在笨办法、苦功夫里，这是当年我们师长跟我说的。不过小吴啊，你也要注意身体啊，不能老熬夜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务。记住了。是。谁听得花落的声息？谁挽留海带走沙砾？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？去远听晴天的雷鸣，一环的长路的清醒。毕竟这一生本就不为被世界留名，平凡也不行。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喘息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，哪怕不被铭记，